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许多人感兴趣却又望而却步的话题——二手腕表市场。你是否也曾经幻想用更低的价格入手一块心仪的名表，但又担心被坑？别急，今天的影片将带你揭开二手腕表市场的秘密，让你不仅买得放心，还能成为一个精明的玩家。第一部分，为什么选择二手腕表？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刚买一块新表没几天，看着它闪闪发光，心里美滋滋，结果朋友悠悠地冒出一句：二手市场买便宜一半，是不是瞬间觉得钱包被暴击？但别急，买二手表不只是省钱，还有很多别的乐趣。新表就像新车，离开专柜那一刻，价格就地降了不少。二手表就是捡这些跌价福利的好机会，你花不到一半的钱，就能戴上某些动辄5位数的名表，想想是不是很爽？有些表新的已经绝版了，去哪儿买？二手市场。像劳力士那些传说中的绿水鬼老款，只有在这里才能见到真身。这些表可是传说中的圈内宝，让人看一眼就想大喊：这个表我要了！有些腕表品牌，比如劳力士、百达翡丽，真是硬通货。你买了戴几年，二手市场上还能卖个好价钱，甚至有的表款越戴越值钱。比如百达翡丽的5711，哪怕二手也能排队排到怀疑人生。你看，买二手表不仅省钱，还能淘到经典款、保值款，简直一举三得，是不是有点小心动了？不过别急着掏钱包，二手市场可没那么简单。接下来咱们说说它的暗坑，别踩雷才是重点。第二部分，二手市场的潜在风险。讲到二手市场啊，这就像进入一个名表版迷宫，里面充满了假货陷阱、价格套路，还有各种让人后悔的坑。没有点火眼金睛，分分钟被坑的怀疑人生。来，我们一个一个说。假表市场现在多牛，有些高仿表工艺甚至能骗过小白的放大镜，尤其是那些热门品牌，什么劳力士、爱彼，假货满天飞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些仿表连机芯都模仿的像不像样，给你一种哇，原装机芯的错觉。结果呢，一问价格，转头就发现自己买了块智商税。二手市场的价格套路深，最常见的就是2种情况。第一，虚高标价，明明是一块普通款，卖家却大吹特吹，说是限量版稀有款，价格直接飞上天。第二，便宜有猫腻，看到一个超级便宜的表，别急着开心，有可能是翻新货、拼装货，甚至是假货。天下哪有掉馅饼的好事？二手表最容易隐藏的问题就是机芯状况，看着外观闪闪发光，戴2天突然发现走时像喝醉了酒一样乱晃，结果一送修，维修师傅给你报个天价，换零件的钱够再买一块新的了。二手表界还有个黑暗森林法则，脏表。买到来源不明的手表，不仅可能被没收，还可能触及法律问题。更糟的是，有些黑心货压根没配件、没证书，连真伪都成了个谜。总之，二手市场看着风光，其实背后暗潮汹涌，一不小心就成了韭菜。不过别怕，接下来我们就教你几招绝对靠谱的避坑秘籍，让你买的安心，用的放心。第3部分，怎么买不吃亏？二手市场鱼龙混杂，第一步就是找个安全港。像知名平台 Watchbox、Chrono24 这种全球知名的平台，交易有保障，表有问题还可以协商退款。还有就是有口碑的实体店，如果你不放心线上买，找当地的二手腕表店铺也是不错的选择，亲眼验表靠谱多了。还有，一定要选那些带认证标签的商家，不要因为贪便宜去找私人卖家。还有就是掌握腕表基础知识，多学多看，少踩雷。买表之前你得有点基本功，不然分分钟被忽悠。了解目标腕表的品牌和型号，比如劳力士的绿水鬼、欧米茄的超霸，都有哪些特征和价格范围。接下来就是机芯和功能的了解。机械表的核心就是机芯，自动还是手动，有没有复杂功能，这些都会影响价格。别买之前啥都不知道，多看看目标表款的二手市场报价，避免被宰客。买表就像买房，配套文件必须齐全，要求查看保修卡证明腕表的正品身份，越完整越值钱。没保修卡的话，就要看看你对名表的了解和知识。
这些细节不仅提升腕表价值，还能帮你判断来源是否正规。如果腕表曾经保养过，要求卖家提供详细记录，确保没隐藏的病史。仔细检查腕表状态，表带到机芯一个都不能少。买之前先检查这几点：外观，表盘有没有划痕，表壳有没有磕碰，这些都直接影响到腕表的颜值和价格。机芯，要求卖家提供走时测试数据，确保机芯运作良好。手动试试调时间上链，感受顺畅度。表带，检查表带是否磨损严重，尤其是金属表带是否有松脱的地方。假如说你的预算就像我的观众那么有钱的话，你也可以请专业人士鉴定，花点钱少点坑。当你对腕表的真假或状态有疑问时，不要靠感觉，记得要靠专业，找一家靠谱的腕表鉴定机构，花点小钱让他们帮你验货。如果可能，直接去品牌专卖店，问问他们是否能提供鉴定服务。二手市场就像一片大海，你可以捡到珍珠，也可能遇上暗礁。买表这事儿千万别着急，做好功课，多看多比，买到心仪的腕表才是最终的胜利。第4部分，避开常见陷阱，成为市场赢家。买二手表这件事，说白了就是个斗智斗勇的过程。你得机智过人，才能在这片充满套路的市场里全身而退，要不然分分钟交了学费，还被坑得笑不出来。来，咱们说说怎么绕开这些坑，真正当个赢家。看到心仪的表，价格又好像便宜，手是不是已经伸向钱包了？停一下，深呼吸，冷静3秒钟，问自己，这个价格是不是太美好了？我要是现在买，回家会不会被老婆骂？冲动是魔鬼。二手市场有些表就是抓住你这种爱不释手的心理，故意高价摆着等你上钩。稳住，别慌，货比3家才是真理。小心市场热门款炒作，别被热度烧了钱包。热门款的套路是什么？炒，比如劳力士的熊猫迪，市面上风头正劲，你看到便宜的十有8、9是假货，贵的呢可能是被炒的价格离谱。我的建议是，让市场冷静下来，你再出手。如果真的特别想要，找正规渠道入手，不怕多花点钱，但要买个放心，提防过度翻新。外表亮丽，内里却暗藏杀机。有些表看着焕然一新，亮得跟刚出厂似的，你是不是心里偷着乐？先别急，这可能是翻新过的。良心商家是会表明翻清楚是翻新表的，表壳抛得发亮，但金属厚度可能已经被打薄了，后续价值会大打折扣。用了不明来源的零件，表是真的，但芯已经不是原装的了。总之，表的外观再漂亮，也要看看内在品质。记住，越旧越有故事的表，可能更值得收藏。贪便宜是大忌，便宜不是捡漏，而是掉坑。听好了，在二手腕表市场上，便宜永远不是好事。价格低得离谱，你得警觉，可能是假货，可能是故障表，戴2天坏2天，修表的钱够你买新的了，甚至可能是赃物，买了回头连警察都找上门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所以面对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记住拒绝，毕竟没有大只的青蛙在路边乱跳的。买表这事啰嗦点没坏处，你可以问卖家，表的来源、保修卡有没有，最后一次保养是什么时候，仔细检查每个细节，不放过表盘、表壳、机芯和表带的任何瑕疵。一句话，二手市场的赢家从来不是捡便宜的那个人，而是买得明白、用得放心的那个精明人。避开这些陷阱，你就已经从小白变成了二手市场老司机。接下来我们聊聊哪些品牌和表款值得关注，让你买得漂亮，戴得更有面子。第5部分，推荐几个值得关注的表款和品牌。二手市场上，品牌和表款多到眼花缭乱，挑花眼是常有的事。别怕，我帮你精挑细选几个买了不后悔的腕表明星。从经典保值款到性价比之王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第一，劳力士，二手市场的王者地位谁都不敢抢，它就是腕表界的黄金条。不管是带着玩，还是想着将来出手，都稳赚不赔。比如说绿水鬼 Submariner 116610 LV， 这块表简直就是海王级存在，带出去识货的朋友都忍不住多看2眼。二手市场上这款表一直供不应求，买到就是赚到。
还有就是经典推荐 Explorer 系列，不想花太多预算 ，Explorer 系列低调耐看，功能实用，是劳力士的入门首选。第二，欧米茄 Omega， 性价比之王。欧米茄是劳力士的老对手，但在二手市场上价格更亲民，特别适合预算有限但追求品质的玩家。这里推荐款式超霸 Speedmaster Professional， 登月表的名号响彻表圈，戴上它就像戴上了宇航员的传奇。二手市场价格比全新低一大截，品质却一点不打折。还有就是海马系列 Seamaster 007，詹姆斯邦德的专属腕表，外观优雅又带点硬汉气质，简直帅到没朋友。第三，百达翡丽 Patek Philippe。 如果说劳力士是硬通货，那百达翡丽就是投资神器。大家都知道，百达翡丽是收藏家最爱，它的经典表款永远是拍卖场的焦点。二手市场中想要原价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可以看看 Nautilus 5711传奇般的存在，价格只涨不跌。如果你有这个预算，不妨把它当做一种高级理财。还有 Calatrava 系列，简约大气，适合喜欢经典设计的表迷们，也是传家宝的好选择。第四，卡地亚 Cartier。 卡地亚不仅仅是珠宝大牌，它的腕表同样让人着迷，尤其在二手市场，卡地亚的性价比高得让人心动。比如 Tank 系列，经典不过时，表壳设计简洁大方，戴上它就是优雅本雅。还有 Santos 系列，飞行员腕表的鼻祖，硬朗又时尚，适合喜欢复古风的朋友。第五，百年灵 Breitling。 百年灵在二手市场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品牌，但懂行的人知道它的品质一流，价格却没那么咄咄逼人。推荐款式 Navitimer 系列，专业的飞行员表，复杂的计时功能和标志性的设计让人一见倾心。假如要实用，可以选择 Super Ocean 系列，潜水表中的性价比神器，二手价格很美丽，日常戴也非常实用。小小总结一下，选对表款和品牌，二手市场不仅是个买表的地方，更可能是你的收藏乐园。无论你追求的是经典、保值还是性价比，这几个品牌都值得你重点关注。戴表不仅是一种品味的体现，更是一种对时间的投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关于二手腕表市场的分享。无论你是刚入门的小白，还是资深的腕表玩家，只要掌握这些技巧，就能在二手市场中游刃有余。记住，买腕表不仅仅是为了装饰，更是一种对时间和品质的投资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给这个影片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